在洪荒神话的固有认知里，红军老祖是无可争议的三界至尊，是凌驾天道、超脱轮回的唯一圣人，是三清、女娲、接引、准提六大圣人的授业恩师，是洪荒天地诞生以来战力、权限、格局都登顶的终极存在。千百年来，所有人都默认一个既定事实：红军的三界第一，是与生俱来的天赋，是天道赋予的宿命，是无人可以撼动的绝对地位。世人皆以为他坐镇紫霄宫，执掌洪荒秩序，挥手可定圣人生死，抬眼可断天地兴衰，早已跳出棋局，是唯一的执棋者。但拨开洪荒神话层层迷雾，勘破藏在封神体系、洪荒设定最深处的底层逻辑，我们会发现一个彻底颠覆认知的残酷真相：红军从来不是天生的三界主宰，他不是超脱天道的至高神奇，反而他是天道的打工人，是洪荒天地规则的临时执行官。他的三界第一宝座从来不是稳如泰山的天命归属，而是一场步步为营、赌上身家性命的权力博弈。他看似执掌万灵、威压圣人，实则终身被困在天道规则的牢笼之中。他看似教化诸天、订立秩序，实则是为了自救，为了在洪荒天地的生死迭代中抢下唯一的存续席位。更颠覆认知的是，后世封神亮节、仙佛之争、圣人割据的所有乱象，根源从来不是通天的执拗、老子的无为、原始的狭隘。所有洪荒乱象的底层根源，全部来自红军自身的身份局限与权力焦虑。今天，我们抛开民间传说的神话滤镜，跳出神魔演绎的表层故事，用权谋博弈的底层逻辑，彻底拆解红军老祖的真实身份，看懂他登顶三界的终极密码，读懂整个洪荒天道的权力运行规则。想要勘破红军的真实身份，一切答案都藏在洪荒原著最不起眼却最硬核的一句核心设定里。世人皆知红军合道，却极少有人读懂何为合道。洪荒体系中有一条铁律：先有天道，后有万物；先有规则，后有生灵。天地初开，清气上升为天，浊气下沉为地，阴阳分化，五行衍生，洪荒天道率先成型。此时的天道是一套冰冷、机械、无自主意识的绝对规则，它执掌轮回，执掌生灭，执掌气运，执掌量劫，却没有思维，没有偏好，没有自我保全的意识。简单来说，初始天道是一套无人操控的自动化系统，系统可以运行天地规则，却无法应对突发的天地变数，无法制衡诞生的顶级生灵，无法规避天地崩坏的风险。而红军是天地初开后第一批诞生的先天生灵，它不是天道本源，不是天地化身，只是最先觉醒、最先悟道、最贴合天道规则的先天大能。这是红军最核心、最容易被世人误解的本体真相。很多人将红军合道理解为红军同化天道、掌控天道，成为天道主人。但真正的合道从来不是占有，而是绑定。是红军主动将自身的神魂、修为、气运全部嫁接在天道规则之上。他放弃了生灵的自由，换取了天道的权限；放弃了自我的道途，换取了执掌洪荒的资格。这就注定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：红军永远无法超脱天道，他的力量全部来自天道授权，他的地位全部来自天道赋予，他的生死全部绑定天道存续。天道兴则红军盛，天道危则红军亡。对比六大圣人，我们更能看清这份身份的本质差距。三清、女娲、接引、准提皆是正道成圣，他们以自身法则和大道，圣人之道在己，我道即我身，可独立于天道规则之外存续。哪怕天道更迭，天地崩坏，圣人依旧可以保全自身道果，游离于洪荒之外。唯独红军是借道成尊，他没有属于自己的道，天道的规则就是他唯一的道。他看似凌驾所有圣人之上，实则所有圣人都比他更自由、更超脱、更接近真正的大道本源。民间神话将红军神化为洪荒主宰，实则在规则层面，他只是天道遴选出来的最高执行者。
他的职责是维护天道运行，规整天地秩序，制衡圣人势力，平息天地良结。他的权限只限于执行规则，永远无法更改规则。这就是红军真实身份的底层底色，一个被天道枷锁终身捆绑的打工人，一个看似至尊，实则身不由己的权力代理人。看懂了红军的本体身份，我们就能读懂他一生所有反常行为背后的算计与无奈。纵观洪荒历史，红军的行事风格完全不符合一位至高主宰的应有姿态。他不够杀伐果断，不够绝对权威，甚至屡屡妥协，屡屡制衡，屡屡和稀泥。作为三界第一人，他本该一言定乾坤，一念平纷争。可纵观3次紫霄宫讲道，2次封神亮节，圣人割据博弈，红军的每一步操作都充满了被动与焦虑。第1次紫霄宫讲道，红军开坛传道，普惠洪荒众生。这本是天道至尊教化万灵的盛世，却出现了极其反常的一幕。座下听众良莠不齐，妖神、祖巫、散仙、精怪混杂，甚至有无数修为低微、心性驳杂的生灵混迹其中。以红军的无上修为，本可筛选门徒，净化会场，剔除异类，择良才而授道，可他没有。他任由众生齐聚紫霄宫，不分资质，不分善恶，不分根脚，尽数传道。世人皆赞红军大公无私，普惠众生，实则这是他权力不足的被迫妥协。此时的红军刚刚合道不久，根基未稳，天道绑定尚不彻底。洪荒天地生灵鼎盛，祖巫肉身无敌，妖族势力滔天，各路先天大能割据一方，无人真心臣服。他不敢筛选门徒，不敢树立壁垒，不敢得罪任何一方势力。他只能通过普惠传道的方式，拉拢天下生灵，积累天道气运，巩固自身的执政根基。他不是仁慈，是需要人心，需要臣服，需要势力背书。第2次紫霄宫分宝更是彻底暴露了红军的深层困境。他将先天至宝、鸿蒙灵宝尽数分发6大弟子，三清得盘古正宗至宝，女娲得造化神器，接引准提得正教法器。世人以为这是师尊厚爱，恩泽门徒。可站在权谋博弈的角度，这是一场权力分红与利益绑定。此时洪荒局势已然失衡，巫妖两族争霸，战火蔓延天地，天道秩序濒临崩塌。红军身为天道执行官，无力以一己之力镇压巫妖之乱，平息天地战火。他唯一的破局方式就是扶持顶级代理人，培养6大圣人，让圣人成为天道秩序的维护者。可圣人凭什么替他卖命？凭师徒情谊，凭天道大义。在绝对的洪荒利益面前，情义一文不值。所以红军不惜散尽自身积攒的鸿蒙至宝，用顶级利益绑定6大圣人，以宝物换忠诚，以道果换制衡，以分红换秩序。这不是施舍，这是交易。最能印证红军虚弱与无奈的是封神亮节时期的终极操作。通天教主执掌截教，万仙来朝，势力冠绝洪荒，门人遍布3界，隐隐有凌驾阐教、人教，甚至脱离天道管控的趋势。截教有教无类，收纳万物，势力膨胀过快，打破了洪荒势力平衡，触碰了天道制衡的底线。按照至尊主宰的格局，红军本可一念镇压通天，覆灭截教乱象，无需多费周折，可他没有。他先是默许阐教、人教、西方教联手围剿截教，任由万仙阵、诛仙阵血染洪荒，无数生灵陨落。待到3界大乱，圣人撕破脸皮，天道秩序濒临崩溃之际，他才姗姗来迟，出面调停纷争。更反常的是，最终的结局，他没有诛杀通天，没有废除其圣位，只是勒令其闭门思过，重整截教，甚至事后依旧保留通天的圣人道果、洪荒地位、宗门传承。无数人看不懂这波操作，觉得红军优柔寡断，赏罚不明。但真实的底层逻辑细思极恐，红军根本不敢彻底清算通天。通天是盘古元神所化，是洪荒正宗道统，截教万仙汇聚，气运深厚至极。彻底覆灭截教，废除通天，会直接斩断洪荒一大天道气运，引发天地气运崩塌，反噬天道本源。而红军与天道深度绑定，天道受损，他自身修为、寿元、道果都会遭受不可逆的重创。
他看似执掌生杀大权，实则处处受限，步步掣肘。他的所有宽容、所有制衡、所有妥协，从来不是心性超然，而是权力受限下的最优生存策略。他的每一次出手，都不是随心所欲的主宰之举，而是权衡利弊后的权谋博弈。如果说红军的自我妥协只能证明他的身份局限，那么外部势力的持续挑衅足以彻底坐实他从未真正掌控洪荒，从未拥有绝对权威的核心真相。纵观洪荒全城，没有任何一方外部势力真正敬畏红军的至尊之名。巫妖时代，祖巫、妖族、天帝、帝俊、太医，全城无视红军的存在。要知道，此时红军已然合道成尊，坐镇紫霄宫，号称三界第一人。可巫妖两族争霸天地，争夺洪荒主宰权，肆意屠戮生灵，破碎山川，扰乱轮回，全程无视天道秩序，无视红军的威严。他们敢公然挑衅天道规则，敢颠覆洪荒秩序，本质就是看穿了红军的虚弱本质。他们清楚，红军只是天道的执行者，而非掌控者。天道规则只能制衡生灵的道途，却无法压制祖巫的肉身，无法覆灭妖族的气运。红军没有绝对的毁灭之力，只能依托天道规则降劫，却无法直接终结顶级势力的纷争。于是巫妖大战依旧打得天崩地裂，洪荒生灵十不存一，天道秩序彻底崩坏。而红军自始至终只能冷眼旁观，无力强行终止战乱。他能做的只是在巫妖两族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之后，收拾残局，重新梳理天道秩序。这哪里是三界主宰，这分明是战后收拾残局的秩序维修工。再看西方二圣的持续试探与越界，更是撕开了红军至尊身份的虚假面纱。接引、准提本是红军座下弟子，位列六大圣人，本该恪守天道本分，镇守西方贫瘠之地，潜心悟道。可二人深知西方气运稀薄，资源匮乏，永远无法与中土三清抗衡，于是他们屡屡跳出天道划定的格局，主动布局中土，抢夺洪荒气运。封神亮节之中，西方教明目张胆插手中土纷争，大肆度化截教门人，吸纳洪荒精英，掠夺东方气运，充盈西方净土。这是赤裸裸的越界谋利，挑战天道格局。按照天道秩序，一方水土养一方气运，东西方气运各有归属，不得肆意掠夺。西方二圣的操作本质是破坏天道平衡，违抗红军的秩序安排。可红军的态度是什么？全程默许，全程纵容，甚至变相包容。他明明看穿了西方教的私心，看清了二人的越界之举，却始终不予制止，不予惩罚。根源依旧在于他的权力短板。此时洪荒格局失衡，三清内部纷争不断，天道秩序摇摇欲坠。红军需要西方教的势力制衡三清，需要外部力量平衡中土道统，维持整体格局稳定。哪怕明知对方谋私越界，哪怕明知对方挑衅权威，也只能选择包容忍让。更致命的是，后世佛门崛起，道统更迭，佛圣道衰的格局早在此时就已注定。红军明明预见了天道气运的偏移，却无力逆转，无力修正。一个无法掌控天地气运走向，无法约束门下圣人越界，无法维持天道绝对平衡的至尊，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三界主宰。所有外部势力的敢于挑衅，敢于越界，敢于谋私，全部印证了同一个真相：红军的三界第一是名义上的尊位，而非实力上的绝对统治。外部势力的试探尚且是表层的危机，真正让红军权威彻底崩塌，坐实其深陷困境的是核心内部圈子的全面反噬与失控。红军一生收六大弟子，三清、女娲、接引、准提皆是洪荒顶级圣人，是他亲手培养、亲手分封、亲手赋予道果的核心嫡系。按照师徒伦理与权力层级，六大圣人本该为红军马首是瞻，同心同德，共护天道秩序。可真实的洪荒格局是嫡系全员分裂，全员阳奉阴违，全员为己谋私。首先是三清内部的彻底决裂。老子、元始、通天同出盘古元神，同属红军亲传，本应一脉相承，守望相助。可最终阐教、人教、
截教三分道统，互相敌视，互相倾轧。元始天尊自诩正宗，狭隘排外，看不起截教众生平等的道统，处处打压通天。通天教主坚守本心，却被同门排挤，被天道格局针对，最终被逼无奈，摆下诛仙、万仙两大杀阵，与同门彻底决裂。同门相残，道统内斗，是对红军传道育人、订立秩序的最大否定。如果红军真的拥有绝对权威，真的是掌控一切的至尊，何以任由核心弟子自相残杀，撕裂天道格局？其次是女娲的绝对中立与消极怠工。女娲是红军座下唯一的女圣，功德成圣，地位尊崇，手握造化大权，本是制衡洪荒格局的关键力量。可纵观巫妖大战，封神亮节，女娲始终保持绝对中立，不帮三清，不助西方，不护天道，不遵师命。她只守自身造化道果，只保人族存续，对红军主导的天道秩序纷争，全程冷眼旁观，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消极反抗。女娲早已看破红军的真实处境，看清他权力受限、身不由己的本质。他不愿卷入天道棋局，不愿成为红军制衡各方的工具，所以选择独善其身，游离于核心博弈之外。最彻底的反噬来自接引准提的阳奉阴违与暗中布局。二人表面尊红军为师，恪守天道规矩，实则内心从未臣服。他们深知红军需要他们制衡中土道门，便利用这份需求，肆无忌惮地掠夺气运，扩张势力，壮大自身。嘴上遵从天道大义，行的全是利己谋私之事。六大核心弟子，分裂的分裂，中立的中立，谋私的谋私，无一人真心臣服红军的统治。更细思极恐的细节是，封神亮节结束后，圣人格局彻底定型，道门衰落，佛门崛起。红军耗费毕生心血搭建的天道秩序，彻底偏离了他最初设定的轨道。他想要的是天道平衡，万灵有序，圣人制衡。最终的结果是势力失衡，道统更迭，乱象丛生。核心圈层的全面失控，彻底撕碎了红军三界至尊的虚假外壳。他不仅无法掌控外部势力，连自己亲手培养的嫡系团队都彻底掌控不住。所谓的三界第一人，不过是一个坐在高位之上，被各方势力裹挟，被天道规则束缚，被核心弟子架空的孤独执旗人。他看似掌控全局，实则从头到尾都只是棋局上最身不由己的棋子。层层拆解本体、行为、外部博弈、内部反噬之后，我们终于可以跳出神话表象，升华出洪荒天道最残酷、最通透的底层逻辑，彻底读懂红军登顶三界的终极真相。首先，红军的真实身份是天道规则的人格化执行官。他不是天道主宰，不是大道本源，只是天地规则诞生之初最优的秩序代理人。天道需要一个有思维、有能力、有格局的生灵，替他运行规则，制衡势力，平息亮节，维护秩序。而红军是那个最先悟道、最先合道、最愿意牺牲自我自由，承接这份天命的人选。他的强大从来不是自身天赋的极致，而是借天道之势成自身之尊。势在则尊，势消则弱。这就解释了为何他战力无敌却处处妥协，地位至高却屡屡受制，因为他的所有力量都有前提、有枷锁、有边界。其次，红军能成为三界第一人，靠的从来不是无敌战力，而是独一无二的定位稀缺性。洪荒众生，或执着于肉身修炼，或执着于法则正道，或执着于势力纷争，唯有红军看清了天地运行的本质。洪荒最大的权力不是毁灭，而是秩序。所有顶级大能都在争夺资源、气运、地盘，唯独红军承接了天地秩序的终极权限。众生争的是一时之利，红军守的是万世之规。这便是他凌驾所有圣人，稳压洪荒万灵的核心密码。圣人可掌一方法则，可护一派道统，可享万世逍遥，但无人能替代他维护天地整体秩序，无人能承接天道的全局全责，定位的唯一性造就了地位的唯一性。最后，红军一生的挣扎、妥协、制衡与无奈，道尽了权力博弈的终极真相。
世间最高的权力，从来不是随心所欲的掌控，而是身不由己的担当。越是身居高位，越是被规则束缚，越是执掌全局，越是被各方制衡，越是为极至尊，越是毫无自由。六大圣人看似地位低于红军，实则活得通透，活得自由，活得利己。他们各守道途，各取所需，无需承担天地兴衰，无需背负万灵生死。唯独红军绑定天道，背负苍生，执掌秩序，承接谅解。他看似站在洪荒之巅，实则被困在天道牢笼之中，终身不得超脱。世人羡他三界独尊，万古留名，殊不知万古至尊的虚名背后，是一生的牺牲，一生的妥协，一生的身不由己。所有看似至高无上的地位，本质都是责任的枷锁，博弈的结果，取舍的代价。读懂了红军，便读懂了所有顶层权力的底层逻辑。真正的顶级强者，从来不是掌控一切的主宰，而是那个愿意背负规则，包容乱象，制衡全局，负重前行的人。光鲜的至尊名号之下，皆是不为人知的束缚与孤独。那么，看完红军的一生博弈，你觉得他的三界第一是天命馈赠的荣耀，还是天道枷锁的遗憾？究竟是圣人逍遥自在，还是红军至尊无悔？